第53章第9段。茂密的小森林之中，一丝丝淡白的能量气流从空气中渗发而出，然后不断地涌进那沉睡中的萧炎身体之内。望着那几乎成了能量源头的萧炎，薰儿略微有些惊喜，悄悄地退后了一些距离，警戒地守在周围。此时若是将萧炎从这种修炼状态中惊醒，恐怕他又将会失去一次晋级的好机会。萧炎此次的晋级几乎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般的顺利，随着斗之气的不断涌入，萧炎脸庞上隐隐的一丝疲惫也是缓缓的消逝，清秀的小脸散发着淡淡的白光，看上去犹如温玉一般。小密林中斗之气的波动足足持续了1个多小时，方才缓缓的落幕。当最后一缕斗之气钻进萧炎体内之时，小密林再次恢复了平静，炎热的阳光也是继续照射而下。望着眼眸虽然紧闭，不过呼吸却是极为平稳的萧炎，薰儿轻松了一口气，低声笑道：终于第9段了，或许再有半年时间，萧炎哥哥就能凝聚斗之气旋，成为一名真正的斗者了。轻笑了笑，薰儿跃上一处青石，盘膝而坐，小手托着香腮，静等着萧炎的苏醒。当萧炎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时，天色已经逐渐昏暗，迷惘地眨了眨眼睛，在略微呆愣之后，萧炎这才缓缓回过神来，抬起头望着那坐在青石上被金色的夕阳披上薄纱的薰儿，目光对上那双亮晶晶的水灵眸子，不由得微微一笑。萧炎哥哥醒来啊。望着醒来的萧炎，薰儿娇笑道。笑着点了点头，萧炎爬起身来，扭了扭酸麻的脖子，慵懒地伸了个懒腰，一阵骨头相碰撞的噼里啪啦声却是从刚刚运动的身体中接连传了出来。被这股只有在晋级之后才能感受到的充盈感觉震得愣了愣，萧炎握了握拳头，旋即微张着嘴，抬起脸，有些迟疑与不确定的道：那个，我好像到第9段了。望着萧炎那一头雾水的有趣模样，薰儿莞尔失笑，笑着点了点头。见到薰儿点头，萧炎嘴角一扯，心头在腾起惊喜之余又有些哭笑不得。上次是梦游的时候突破，这次竟然直接在睡觉中突破，这种突破的方式简直是太滑稽了。虎虎生风的快速打出几拳，感受到那较之几小时前雄厚好几倍的斗之气，萧炎不由得嘿嘿一笑。在发泄完心中的惊喜之后，萧炎这才察觉到昏沉的天色，冲着薰儿歉意一笑。他知道这丫头肯定是一直等在此处，随手抓起衣衫快速穿好。萧炎对着薰儿戏谑地笑道：还不走？今天算是喜庆，哥请你去乌坦城吃一顿好的。嘻嘻，我要最贵的。闻言，薰儿嫣然轻笑，脚尖在青石上轻轻一点，轻灵地落在萧炎身旁，少女清脆的银铃声洒满着翠绿的森林。为了感谢薰儿大下午的守候，萧炎特别带着薰儿在乌坦城中逛了许久之后，这才在家族中分别。拖着依旧有些兴奋的脚步回到自己的房间，萧炎重重地软倒在了床榻之上，抱着柔软的被子，笑眯着眼睛轻声呢喃：终于快要再次成为一名斗者了呀。嘿，这次晋级你还是沾了那小丫头不少光。房间之中苍老的笑声忽然地传了出来，抬了抬眼皮望着那不知何时出现的药老，萧炎皱眉问道：和薰儿有关？的确有些关系，不然你恐怕至少得1周后才能突破。药老透明的身体悬浮在座椅之上，淡淡的道。无奈的耸了耸肩，萧炎将头埋在被窝中，闷声道：现在已经9段了，想要突破到斗者级别，恐怕得再要半年左右时间才行。说到这里，话音忽然一顿，萧炎掀开被子，小脸突兀变得阴沉下来，轻声中有着一抹冷意：时间已经过去1年多了，我却还没成为一名斗者，如果是这种进度，3年之后恐怕还是赶不上纳兰嫣然。闻言，药老不置可否地抬了抬眼皮。纳兰嫣然能够被云岚宗当成下代宗主培养，天赋绝对不弱，而且云岚宗实力雄厚，宗门中还有着丹王古河这种强大的炼药师，如果他要帮助纳兰嫣然，恐怕他晋级的速度不会比我慢。萧炎似是自言自语的道。药老邪瞥了一眼萧炎，却是见到这家伙正双眼亮晶晶的紧盯着自己，当下不由得嘿嘿一笑，却是不肯说话。瞧着药老没有表示，
萧炎只得无奈地翻了翻白眼，这通话算是白表达了。沉默了好片刻之后，药老这才慢吞吞地咳了一声，站起身来，踱着步子，撇嘴不屑地笑道：“那古河不过个6品炼药师，也配称作丹王？比起炼药，他算什么东西？”听着药老如此说话，萧炎脸庞上顿时多了几分笑意。他知道自己这神秘的老师终于又要出手了。明天去买材料，不就是聚气散吗？我炼给你当豆子吃，我还不信那蓝嫣然能有这般待遇？双手负于身后，药老傲然冷笑道。